我是1957年出生的，我是满了67岁，就快要68岁了。我的身体健康情况呢，在67年到68年这个时间里面，有60年是不好的，只有最近这7、8年，我健康情况是我这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就是现在。我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巨婴啊，我出生的时候体重就是5公斤，5.5公斤啊。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小孩，在我4岁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胖，我的体型体态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再去看我14岁的时候的照片，标准的一个青少年的身材。所以小时候胖不叫胖啊，这句话还是真的哈。只是说这句话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我到后来才慢慢知道的。14岁那一年，我身材非常的好，我也没有肥胖的问题。可是14岁那年，第一个健康问题就出现了，就被诊断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早上睡醒觉以后，关节红肿痛啊，痛个几天就换地方。现在知道它是换不同的关节在发作了。那个时候，我父母就带我去看医生了。骨科大夫看了我的情况以后，第一时间就判断我是风湿性关节炎。说这种病很少在这么小的小孩身上发现的，要有思想准备的。然后你们这个小孩很有可能呢，到40岁左右，他生活就无法自理了，就是关节可能就整个坏掉了。风湿性关节还会带来其他不同器官的问题的。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止痛药以外，就给我吃激素类的药。他在书桌上画给我看，告诉我说这个药用的量几周时间里面逐步增加，然后几周时间里面逐步减少，说这个药不能长期吃。后面我才了解说，因为它是激素的关系，所以有一定的吃法跟一定的停，它都有一定的程序的。这些药物对我的关节炎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最后只剩下一个选择，如何能够正常过日子，就是吃止痛药。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类似阿司匹林一样的这种止痛药可以吃。我那时候15岁，我一天要吃14粒止痛药啊，那是非常多的止痛药。我记得我吃的另外一种止痛药叫做奈普生啊，奈普生是很多关节不好的人吃的药。但是呢，那个药我们不懂啊，那个药吃多了对肾脏不好的。我吃了很长时间高剂量的奈普生，无论如何我的关节炎就一直没好。除了风湿性关节炎困扰我以外，我的体重呢就开始逐年的增加，就从来没有下去过了。因为类风湿关节炎的原因，关节会痛，又叫我不要运动，然后一直到我42岁的时候，我体重已经来到了140公斤了。当时血压已经很高了，我30几岁就开始吃高血压的药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是在我30几岁的时候发现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去看医生嘛，医生问我睡眠情况好不好，我跟医生形容我说睡眠非常好，头还没有撞到枕头我就睡着了。然后我医生抬了头看看我，他说这样好像不太正常啊。他正常人躺到床上去以后，他需要经过5分钟、10分钟，甚至于15分钟时间才能够入睡的。他你头还没有撞到枕头就能睡着，他认为这个不正常。他问我打不打呼，我说打呼的。所以我那时候的医生呢，就建议我去看这个睡眠科的医生。睡眠科的医生给了我一个小东西戴在手指头上，好像一个小手机一样的，它其实是一个小电脑，小电脑放在床边，睡了一个晚上的觉。第二天带了这个小电脑回到睡眠科医生那边去，他把这个数据插到电脑里面去一看，他立刻告诉我说你有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定义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本来呼吸跟呼吸之间就会有停顿的，呼吸和呼吸之间如果停顿的时间超过10秒钟了，就定义为停顿一次，不到10秒钟不定义为停顿。那如果说你1个小时里面停顿0次到5次，那他们就把它当作正常。可是如果你停顿的次数1个小时里面5次到10次，那就叫做轻度的了。那如果你的停顿的次数1个小时里面10次到20次，这个叫中度的。如果你停顿的次数是20次到30次，那这个叫做重度的。我80次，1个小时里面我要停顿呼吸80次。睡眠科的医生跟我讲说，你到今天还没有挂是奇迹啊。当时就给我开了呼吸机啊，挂上呼吸机睡觉以后，我醒来以后才说，我的天哪，原来睡着的是这种感觉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睡着的感觉了。过去我经常开车，红灯面前停下来我就睡着了，眼睛张开来看到是绿灯才赶快走的，都不知道有问题啊。所以其实我的身体在从14岁开始一直到42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潜在的问题，我自己并不晓得，一直在发展。所以我42岁那一年，我健康情况是不好，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关节炎、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东西都困扰着我。其实那个年代大家都相信体重太重是不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因素的。所以我下定决心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方法自己救自己，先从减肥做起啊。那
那个年代减肥的黄金理论呢，只有一个，少吃多运动啊。在那个年代没有第二个理论的，运动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从14岁的那年就被告知不可以运动，所以我所有的运动都放下了。等到体重到了140公斤了，全身都会痛了，走路都会痛了，要开始运动，你可以想象这个挑战性有多大。从来都没有运动过的人，刚刚开始要运动的话，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跑步了。当时我是很恐惧的跑步，我连走路都有困难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买了一本书回来看。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Courage to Start， 就是有开始的勇气啊。我读那本书也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他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他开始练习跑步，然后他在他书里面教我们这种人怎么开始。他书里面说了很简单的，然后你早上睡醒觉，穿上很轻松的衣服，穿上很舒服的跑步鞋，喝一整瓶水，在你运动之前喝一整瓶水，它会让你血液里面水分比较多，稀释你的血液，你血液的粘稠度比较低，携带氧气的能力比较高，那你运动的时候会比较舒服啊。我试了，真的有区别。喝了一瓶水以后呢，他书里面告诉我说，你就去走路，走10分钟的路，你能够走得稍微快一点，你就走得稍微快一点，不能够走的你就普通的速度走10分钟，这个就叫热身了。这个我做得到。走了10分钟路以后呢，你开始慢跑30秒，然后走路30秒。然后你的目标呢是做15组，这个叫30-30。15组做完了以后，他书里面告诉我说，那你再走个5分钟，叫做冷却，你今天运动就结束了。我读完书以后觉得这个我应该做得到，我就去试了。我第一天出去试的时候跑了3组啊，我的喘的那种感觉，觉得像是刚刚跑完一场马拉松一样，非常非常不舒服。当时的状态就是高强度运动了。高强度运动结束了以后，第2天休息，让身体恢复。隔了1天以后，我早上又去了。跑了5组，我实在跑不动了，然后又休息了1天，再去跑的时候跑了8组，又休息了1天，再去跑的时候跑了10组。3个礼拜以后，我很顺利的30-30跑了15组，但是每一次结束都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的那种感觉啊，喘得不行啊。可是我自己因为有记录，就看到自己在进步啊，这个进步激励了我继续往前做的。他书本里面教的，好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做45-30，你跑45秒，走30秒。45-30我只做了1个礼拜，我很顺利的做完15组了，然后呢我就调到60-30我也很顺利的做了1个礼拜就做到了，我就改成90-30，这样子慢慢的，终于在第3个月的有一天早上，我一口气的时间跑了1公里。这1公里跑完了，我的感觉依然像是跑马拉松一样的，但是我做到了，眼睛里面流着眼泪跑完的。他对我的鼓励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说我可以做得到，如果我要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我的跑步呢变成我一个例行性的运动了。大概1年半以后，我参加了一个10公里的赛跑，所谓的赛跑，别人是比赛，我跑完就好了。10公里的赛跑，他们要计算成绩的话，超过90分钟了，成绩台就收起来了。说你90分钟以后完成的就不算成绩了。我是在他收起成绩台之前倒数第2个，但是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就是说这是人生当中的重大突破。跑步跑到后来，当然它对我帮助很大，可是我的饮食结构本身并没有改变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懂啊，就是少吃嘛，体重有变化，但是变化的速度不是很快。跑步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上半身的肩膀啊、手背啊酸得很厉害，很酸。跑完步，我又去读书，为什么会这样？这书本里面说是因为我上半身的肌肉啊，时间长了这样子摆动啊，是肌肉不够。肌肉不够，所以这个书本里面的建议就是说，应该要做一点肌肉的锻炼，需要增加肌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又开始到健身房里面找了一个教练，开始练肌肉。刚开始的时候，跑步是1个礼拜4次，然后我增加了1个礼拜4次的重量训练，就我1个礼拜有8次的运动，就这个运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在找这个健身教练的时候呢，他本身也是一个营养师，他本身也是一个奥运选手哈，所以非常专业的，他指导我的运动，指导我的饮食。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一天吃6餐了，6餐里面有2餐是蛋白粉，有3餐是代餐粉，只有1餐可以吃人吃的东西，见不到油的，全部都是蛋白质。吃鸡蛋没有蛋黄，只有蛋白的。那个时候就这么干的。然后1个礼拜8次的运动，你看得到的体重下降。在这样的努力的情况下，我花了2年半的时间，我的体重从大约140公斤降到了大约92公斤、93公斤，帅得不得了。我自己觉得啊，帅得不得了。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每一天我需要在外面跑，只要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我都在睡觉。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睡觉的时候会咬嘴巴，会咬舌头，痛醒了以后，等一会儿睡着了以后再咬同样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困扰了我很多年了。我后来解决了哈，但无论如何，我很顺利的减掉了这么多的体重，是真的非常值得庆幸的。当时我跟我周围的人讲说，你们放心好了，我说就这样了，我就这么永远做下去了，我不会再胖起来了。没有想到的是，体重顺利的减下来了，我的健康情况并没有改善了。我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靠吃止痛药啊，在做运动的。我如果不吃止痛药，我做不了运动啊。我做重量训练，有时候我关节痛的需要用弹性绷带绑着，咬牙去做的，就是真的是承受了很大很大的身体压力去做这件事情的。终于有一天，我开始感冒了，而且感冒了以后呢，这感冒就不会好。一般人感冒5天到7天感冒会好，我的感冒2个礼拜都好不了。咽喉痛的不能吞口水，你去看医生，医生说没有任何毛病，连红肿都没有。感冒2周到3周，生口疮2周到3周。这边感冒刚刚才好，2天3天以后又感冒，口疮刚刚才生完2、3天以后又口疮，它就从来没有停过。因为运动强度、运动频次这么高的情况下，恢复不了啊，所以必须要等到身体恢复了以后才可以再去运动。我就只好等了，我前前后后等了15年了，它没有好过，因为一直找不出原因来。我曾经去做过一次全身的健康检查，全身的健康检查没有找到任何明显的需要注意的有医疗顾虑的健康问题，没有。只有一个数据，当时这个检查科的医生跟我说，就是肌酐有一点点偏高。肌酐偏高的原因可以是很多种因素啊。那肌酐偏高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是肾脏功能可能有问题，但是光看肌酐不能够直接说你肾脏有问题。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就回去找我的医生了。那我的医生看完了以后说，确实肌酐比较高，他就建议我呢去看肾脏科的专科医生。肾脏科的专科医生看到我肌酐比较高了以后，他安排我做了一次比较详细的跟肾脏有关的检查，就24个小时的小便全部接在一个桶子里拿去化验，他要看里面有多少蛋白质。因为尿液里面不应该有蛋白质的，尿液里面每1000毫升的尿液里面，如果有0到0.15克的蛋白质，也都算正常。其实真正正常是0了。那我第一次去检查的时候的结果呢是0.4级，这个就足以判定确诊我是第1期的慢性肾脏病了。这个事情在我过去人生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也没有症状的，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是一次健康检查发现肌酐高了以后随访才发现的。那个时候我的体重是超重，我血压很高，我当时吃了很多的药，我血压还是100的160的。所以当时呢，我这个肾脏科的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我们是属于一种慢性发展性疾病啊，是治不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跟踪，然后呢观察，然后呢他开了一点药给我吃，希望他不要恶化的太快。就这样，我们就踏上了很长很长的一段定期检查慢性肾脏病的这一条道路了。所以当时我每隔大概半年就要做一次检查，我的尿液里面的蛋白质从0.4级慢慢的涨到0.6级，然后0.8级，然后突破了1.0。这个时候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们以后需要每3个月看一次，因为我已经变成第2期的慢性肾脏病了。连续跟踪了8年了，我59岁那年第8年连续4次的这个化验报告显示我尿蛋白的数据恶化的非常迅速。当时我的尿液里面的蛋白质已经到了3.8级了，我可以说你是第3期到第4期的慢性肾脏病了。关键不是第几期，关键是你恶化的速度很快。如果画一张图表出来的话，你过去的恶化是慢慢的往上升，最近2年恶化的是这样子往上升的。这个势头对你很不利的。我们没有办法评估到后面它会不会突然之间就这样了。意思就是他警告，他告诉我说，你随时有可能就要开始洗肾了。我的工作还有我的生活，如果一旦要开始洗肾的话，我的世界全部都改观了。那个时候我的体重差不多150公斤啊，我的血压还是100的160啊，我血脂非常的高啊，我尿酸600多啊，我当时还有重度的脂肪肝啊。所以当时我问我的肾脏科医生，有什么方法是我可以做的来减缓这个病情的恶化。我的肾脏科医生告诉我说，第1减体重，第2降血压，第3饮食里面要少盐。听完了以后我想一想，我说岂不就是没希望了吗？当时我将近150公斤的体重，减肥谈何容易啊，降血压谈何容易啊，有几个人的血压降下去过了。他没有给我解决方案，他只是告诉我说，其实就是告诉我说没希望了。我拿了这个报告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我要如何救自己。我曾经做过一次减体重减了将近50公斤的，我曾经做过的。
我有那个毅力，我也有那个学习能力，我也有那个学习意愿。我仅仅是在想说，以前那个方法其实是错的。如果以前那个方法是对的，我已经成功了，因为我完全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去做的。我现在有第二次的需要，说明那个方法是不对的。我说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方法，跟以前那个方法完全不一样的理论多看看。什么传统的热量多了，热量少了，你少吃点热量，少吃点油脂，这些理论听多了，我们也做多了，我们也知道那个理论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开始找这些不同的理论了。我很幸运啊，我跟我女儿在一起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女儿说她最近读了一本书，她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是 Jason Fung 写的。Jason Fung 是一个华裔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做肾脏科医生的，他专门帮病人洗肾的。他非常了解肥胖啊这些问题。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Obesity Code，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肥胖代码。改变我所有一些事情的起始点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本书非常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热量理论是错的。Jason Fung 在他的书里面其实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听，我们之所以会胖，不是因为热量的问题，是激素的问题，或者叫荷尔蒙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叫做荷尔蒙理论，或者叫激素理论。从他的书里面，他解释给我们听，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胰岛素太多了，我们的身体就不会燃烧脂肪了。至于你身体里面胰岛素为什么会太多，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你饮食里面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的热量。那我们身体为了去处理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它需要制造很多的胰岛素。意思就是说，我们吃的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或者是高糖饮食造成的结果。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脑子里面是非常非常同意他的见解，所以我一边读他的书，我就一边开始尝试了，就把我饮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开始往下减了。刚刚开始的时候会不太习惯的，因为吃主食吃习惯了。可是我刚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就发现体重立刻开始出现变化了，非常非常明确的，第一个礼拜就看到体重有变化，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一边读书一边做，一边读书一边做，每个礼拜体重就是往下掉，每个礼拜就体重就往下掉。当然这个时候Jason Fung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我已经开始读第二本，读别人写的书了。我已经更加的深入去了解所谓的低糖饮食、控糖饮食，所谓的生酮饮食，我已经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了。我一边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做，就这样我磕磕碰碰的4个月的时间里面，体重就掉了20公斤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是，第一，我从来没有饿过肚子；第二，我从来没有要求自己去做这个让我不舒服的运动。整个过程是很轻松的，是很愉快的。而在这个状态下面，我的健康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啊！你从血压、从血脂、从尿酸，最可喜的是我的尿蛋白啊！在我改变饮食的1年半不到2年的时间啊，从3.8几，在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来到了0.7了。我的医生在看到我的化验报告是0.7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阿比，你的肾脏病的好转啊，跟我开给你的药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药可以做到这个结果的。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你继续做。”这整个过程呢，我可以总结几个简单的基本原则。第一件事情是，不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方法必须可持续。第二个，不管你怎么做，你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不可以伤害你的健康的。第三个，做这件事情在整个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一个让人觉得蛮舒服的，甚至于还是可以享受的一个过程，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那第四个，对意志力不要有过高的要求。我跟你们说，意志力啊，永远胜不过激素啊。你把握这4个原则，你做对了，这个事情容易了。第一波体重20公斤的下降，这过程当中，我学习到的科学理论非常非常的多，引起了我高度的兴趣和重视。然后呢，无可避免的就是在4个月过后呢，就进入了平台期了。如何解决平台期的问题？平台期解决完了以后，如何解决健康的问题？如何解决我身体慢性炎症的问题？我如何看待轻断食？它对我就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到了最后，你们会发现这些很多的问题，其实从我们孩童时期的饮食，它就已经开始影响了我们的未来的健康了。今天我知道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饮食可以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健康。后面陆续我会在这个频道里面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波比健康，谢谢大家。